妈，最近那个老电脑好卡呀！我想换个电脑。话说那个苹果电脑上新了，苹果电脑。哎，前段时间我有同事给我看，是不是那个刚出的2000多的那个？感觉还可以啊。但这是个缺斤少两的东西，咱们都不把它当电脑看的。7点10。我觉得 Air 挺好的，主要是它很轻，续航又很长，我带去哪里都很方便啊。学习的时候带个重重的很麻烦的啦，而且现在有100亿补贴又有国补，哎，很划算啊。最关键，苹果电脑不能打游戏，就 Air 啦。哎呦，你不能看哪个贵就买哪个啊！那个2000多的看着也挺精神的啦。你看这个不是摸起来都差不多吗？这个颜色更好看一些嘞。你们年轻人不就喜欢这种鲜艳的吗？而且你看啊，它也很结实的嘛。哎呦，这您可就上当了，1分钱1分货嘛！你想想看，苹果它敢卖这么便宜，肯定有古怪，一看就用不久。Neo 里面的那个芯片用的是手机芯片，就是 iPhone 里面的那个呀，而且还是前年的 iPhone 芯片。这个 MacBook Air 里面装的可是最新的电脑芯片。说白了，这个 Neo 长得这么大只，实际上就是个老 iPhone。手机和电脑有多大差距都不用我说了吧？你看看这个跑分对比，6年前的 Air 跟它打的有来有回，这样的心理像话吗？还有啊 ，Neo 的内存只有8GB， 就算你想加钱，它也不让你升级。内存就好比我的书桌啊，这桌子越大，我能摊开的学习资料就越多。再看看 Air， 起步就16GB， 翻了1倍呀！不为现在，也得想想以后啊。一台电脑总不能只用1年吧？而且你看 Neo 的存储容量只有256，还有512可以选，2000多，那得256版本叠教育优惠国补，还要拿老机器以旧换新才有的。256GB 的存储在2026年哪够用啊？你看，光系统就已经占了26个GB 了。苹果自己那个 AI， 网友实测能占到14GB， 这就40GB 干完了。养个龙虾什么的，那肯定是不够用的呀。所以就算真Neo不可，也得选512的，这就得4199了，还送指纹识别呢。那这是挺有道理的。这个容量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大一点点的，但别的我看啊都不是刚需的。那个便宜的用起来挺小巧的，你出门带着也方便。而且我看了一圈啊，也没有什么别的差别。不要老想着跟别人攀比，这个已经很够用啦，看着也很有面呢。哎，说到点子上了，这个 Neo 啊，看起来是没有少很多，但它看起来一样的东西，实际上就是阉割。这个口看起来一模一样是吧 ？Air 上面的是雷利接口，这一个口就可以接8K 显示器，速度40Gbps， 很快的。这个 Neo 上面呢，一个 USB 3，一个 USB 2，这咋用啊？再说了 ，MacBook Air 都带 MagSafe 专用充电口的，一边充电还不占着接口。Neo 这个龟速2.0插 iPhone Air 也就刚好，基本上就只能用来充电了。那就只剩下一个正经 C 口可以用了。我不说多了，鼠标键盘还得让我2选1。这速度看着也不慢呐，你弄啥用得上这么快的？你说说看。哎，也还行啦，只是怕万一几年后不够用嘛，不是很关键。哦对，你看这个触控板啊 ，Air 这个触控板很高级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它可以分2段重按、轻按，这下面还有个震动马达，这按下去的感觉是靠震动模拟出来的。这 Neo 就很抠搜啊，这都去掉了，搞了个按压式的。哎，你这手感也没有什么差别啊，这个手感很好的啊，我按我同事那些1、2万的电脑还没有这个手感好呢，还不满意？找茬是吧？不是，主要是2段按压可以出来一个翻译嘛。你看，假如我这句话看不懂，随时划一段，按下去它就弹出来了。哎，我看这俩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区别嘛。你开个网页视频看看，是不是没有区别？上网课写写都能够啦。有的东西不能只看表面。Neo 的屏幕也是有阉割的，苹果的原彩显示有多牛。你在黄灯下面它就模仿黄色，在白色灯下面它就模仿白色，为的就是让大伙在阅读的时候显示效果更加自然。Neo 它就没了，支持显示更广色域的 P3 也没了，从此我世界的色彩就少了。天空是蔚蓝色，窗外有千纸鹤。至于看视频，您说到点子上了，老师讲的知识点得听啊。Neo 它只有2个扬声器。
小又单薄，难道真要我顶在额头上面听啊？给一点阳光就灿烂，这不是有耳机孔吗？戴个耳机就能解决的事儿。哎，对，AirPods 确实是个好搭子哦。如果买全 iPhone、iPad、AirPods 还有 Apple Watch 这些，苹果全家桶联动起来还是很爽的。别得寸进尺啊，电脑都还没买，还全家桶上了。既然你说的缺点这么多，512的又不止2000多块钱，我看这事儿就算了。不是，我说的是 MacBook Air 更好，没说不要 MacBook 啊。好，收回来 ，MacBook Neo 又是一个库克翻冰箱、炒冷饭的力作。上个月我才盘点了他的退休作品排名，这会儿又出来辟谣说不能想象没有苹果的生活，不退休了。总的来说 ，MacBook Neo 是库克又一次精准刀法，只有13.0英寸的屏幕，8GB 内存，256GB 不带指纹 ，USB 2.0不支持 MagSafe， 触控板大降级，没有键盘背光 P3 调色原彩显示，这些都是对我们原先的 Mac 用户来说的。而 Neo 瞄准的学生群体或者是职场新人，注意到的不一定是失去的，也有可能是得到的。MacBook Neo 同级别没有对手的质感，流畅的 macOS， 给力的价格，这些还是很有吸引力的。尤其是对给孩子买电脑的家长来说，缺点是不明显，价格有优势。所以如果基于自己真实的需求 ，Neo 能覆盖到，只是偶尔有点小问题，能用其他方式解决的，那就值得考虑。但是千万别因为便宜就给自己创造需求 ，Mac Mini 就是例子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一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小铃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